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我们看到上周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周五出现了一个快速反弹，反弹幅度非常巨大，达到了2%。那么目前为止，道琼斯工业指数就正式打起了一个反击战。前面行情当中，我们看到曾经道琼斯工业指数完成了一轮下跌，它的下跌幅度呢是日线级别的。我们看到悟空阴线日线级别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最后的唐僧阴线。那么一轮日线级别下跌习武完成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日线级别下跌之后有小线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但是截止到目前，它的反弹时间级别升级到日线级别，因为在日线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悟空阳线。什么叫悟空阳线呢？就是被五指山压制在行情下面500年之后突然迸发出来的阳线。那么这根阳线呢，具有非常强的信号的意义。我们看到这根阳线是有别于下跌趋势，有别于下跌趋势当中的震荡趋势和反弹过程当中的弱势反弹趋势的。所以呢，此根阳线的出现代表多头行情正式打响。行情当中走出悟空阳线之后，就有机会走出八戒阳线和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呢可能彻底完成本轮行情当中的一个反转趋势。那么走到这里，我们看到上方这个34200点附近已经出现了4次的等位置波峰1、2、3、4。那么4次等位置波峰是一个多头可能发育出来的信号，在这个信号的引导下，特别是在当前周五出现悟空阳线的情况下，是有机会有可能出现新高的。因此呢，对道琼斯工业指数来说，目前重新回到了一个多头趋势。同时呢，我们看到周五的表现当中，比特币伴随美股出现了这个位置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反弹幅度不大，只有1.58。我们看到本轮行情比特币相对来说处在一个弱势的格局上这种格局表现在美股大幅上涨，比特币微涨；美股大幅下跌呢，比特币巨幅调整。那么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条收敛三角形呢，是由上方波峰连线和底部波谷连线构成的。我们看到达到底部波谷连线之后在本周五出现反弹的情况下那么上方的空间可能会被有这个$28,000这样的一个预期。为什么说会打到这里呢？因为我们看到比特币相对来说是弱势的，整体还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同时比特币的反弹是弱势于美股的反弹的。但是美股出现反弹之后，特别是在它的这个时间节点是本周五这个时间节点去反弹，那么周六周日甚至周一白天的时间那么比特币会有一定的跟随效应在美股收盘之后的一个跟随效应美股收盘之后周六周日美股不开盘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比特币是有机会做出在周五反弹之后的一个积极的多头的一个预期的。这个预期呢，给到上方压力线$28,000附近。为什么这么保守呢？原因是这条线非常厉害在这轮行情当中，从4月14日调整至今每次包括5月29日的这一次这个位置也被这个压力线这条压力线就是波峰形成了一个压力线回打了下来。那么行情到达$28,000附近就是存在压力的。所以呢，在短周期上来看，目前比特币是有反弹趋势的并且有反弹动能反弹的机会。但是上方空间如果$28,000附近不能牢牢的站上的话，那么还是容易在$28,000这样的一个痛点被打下来。上轮行情在28,300我们提示了28,300这是一个痛点，但是最终呢打到28,400这无所谓，不到1%的预测失败率。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位置的压力在当前仍然有机会去重温一下但是呢对于比特币目前的一个结构上来看，仍没有发动彻底的反转行情。就这一点呢，是有别于道琼斯工业指数的。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这根阳线它的一个积极的意义在哪儿呢？这里我们看到它下跌的时候是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形，分别由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构成。那么下跌的时候，它有4组的下跌人物 K 线但是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悟空阳线直接吞没了八戒阳线八戒阴线悟空阳线直接吞没了八戒阴线，证明他把八戒阴线杀死了。杀死之后形成了一个多头的积极的信号。但比特币这个位置上，我们仍然没有办法看到一个
标志性的多头趋势上的大阳线，这种阳线要放量上涨，要站上关键性的点位啊。就这个位置来说，我们目前没有看到一个标志性的悟空阳线，因此呢，对于比特币的反弹仍然保持保守的一个预期。那么，直到什么样的位置它才有可能出现反转呢？第一点，它是有出现大阳线的机会；第二点呢，是到达收敛三角形非常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啊，是有机会出现反转行情的。但是目前这2点都没有站上。同时呢，如果在下跌的趋势当中啊，有第3点的可能性，它也是有可能出现反转行情，甚至大幅的反弹行情的。那么第3点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关键性的点位。这个点位呢，我们看到啊，前面行情当中3月11日啊，走到了144均线和169均线这个位置上，这是一个关键性的点位，出现了巨幅的反弹行情。那么现在的这个位置上啊，没有走到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点位，因此呢，对于比特币的趋势，它仍然是下跌趋势，反弹只是啊周末的这个窗口期打开之后的反弹啊，因此呢，对于比特币的多头趋势持保守态度。那在行情当中，我们同时看到了以太坊目前相对于比特币的价格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我们看到的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同时它是一个币安的永续合约。我们回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在币安的现货行情当中来看啊，我们看到底部的这个位置大概是在 0.066 附近，这个位置是由21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发动了支撑作用，同时起到了行情当中的一个痛点的作用啊，在这里发生突破上涨之后，目前在日线级别上已经上穿了144均线和169均线，这样的上穿是以太坊多头的一个信号，这里的多头信号指的是它和比特币的价格相对的一个多头信号。那么回到以太坊本身上来，我们看到以太坊本身目前也是相对弱势的，这里的弱势的指的是走完悟空阴线之后走8阶阴线组和沙僧阴线组，目前呢回到了8阶阴线组的势力范围，始终处在一个震荡的区间，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多头的信号的情况下，它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啊。因此呢，对于以太坊来说，回踩的重大痛点呢是在$1650附近，这个位置呢是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的一个位置啊。因此呢，虽然以太坊相对于比特币是强势一些的，但整体来说它的弱势格局并没有因为比特币和美股的反弹而出现改变。那么比特币和以太坊在震荡和有反弹机会的时间点，往往是山寨币走强的一个时间点。我们看到丽娜这轮行情，我们给出0.03目标位基本上是到达了相差只有0.0003非常微小的一个差距那插针打到这里之后这里在日线级别上是一个插针，在小线级别上看起来还好一些因为插针之后呢有一个这个修复性的回补动作然后最终呢它的这个高点抛出这个插针大概是在0.027附近。那么虽然如此虽然是感觉上涨结束了有了一个调整，但是这个位置在小线级别上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机会，就是小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这个位置呢，如果之前没有仓位的话，这个位置是可以进一步仓位的，但是要设置一个止损设置在大概0.017附近。同时呢，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上它是有可能出现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的，因为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它涨出了一波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反复冲顶形成头部之后，它就有机会走完一个小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注意看这里面调整时间级别是2种可能性第一种呢是小线级别调整，小线级别调整完成之后，它是有可能出现反弹的，但是如果跌破的话，下方是容易出现4小时级别调整的。4小时级别调整下方144均线和169均线目前距离非常遥远因此呢，在小线级别的这个机会进场的同时，一定要设置止损或者是第一个仓位小仓位进场之后，耐心等待4小时级别调整完毕之后再次进场，这样呢就给了我们多次进行博弈的机会，把仓位打散之后更容易在行情当中获利。那对于 AMB 的这轮上涨，我们看到昨天涨幅几乎接近50%。那这里的上涨呢，我们看到了它出现了一个逻辑第一点逻辑呢，它是一个小市值的币种。我们观察到币安小市值的币种往往排在币安平台所有交易币对的1000名以下。那这种底部呢就存在一定的机会这种机会
往往是资金在市场当中没有办法对主流货币进行博弈之后会涌入到一些被低估的被超级主力就是对于这个币种的超级主力在底部有庄家吸筹的一些这个标的。那么行情在底部，我们看到它短时间内呢出现了多次的底部放量这种放量呢是非常突然的这种呢就是主力进场的一个标志主力进场的一个标志。那么在结构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形成了一个下跌的收敛三角形。次新币种呢，往往是初期有热点的，那随着行情的流逝呢，这些热点逐渐消失。但是超级主力庄家在这个行情当中会对这个币种不断的操作，最终呢摊低它的持仓成本。那么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我们认为是一个变盘的位置，就容易发生一定的突破。那么对于这种突破来看，我们首先要看它的一个时间级别。首先呢，从小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多次形成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吸筹这里是小日线级别的上涨吸筹。多次形成之后，我们就要把时间级别再次放大。放大到4小时级别，可以看到悟空阳线、八节阳线、上升阳线、唐僧阳线。那么对于 AMD 来讲目前它的50%的上涨就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吸筹那么4小时级别上涨吸筹之后，根据时间级别调整根据时间级别切换 K 线吸筹战法当中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这个位置上容易出现15分钟级别到小时线级别的下跌吸筹。因此呢，对于强势币种的介入的时间点对于庄家盘带后快速拉升对于它的一个介入时间点，如果我们判断它会有个日线级别上涨吸筹的话，那么介入的时间点和价格点一定是要在经历15分钟级别到小时线级别调整之后再次进场通过这样的一个规律找到进场的一个时机那么我们对于市场参与的风险也要有认知。刚才我们说的上一个币种也是这种情况一定要考虑到15分钟级别到小时线级别调整完毕之后，如果你进场一个仓位，要考虑它能不能会形成一个对称性的下杀。这里对称性下杀是我们进场仓位需要预防的。如果出现对称性的涨跌那么对于持仓者来说，高位的持仓者来说他会很难受。但是对于有预判的持仓者来说比如说你控制仓位了，设置止损了，对于有预判的持仓者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机会因为对称性涨跌之后，往往会形成一个平行的结构怎么跌怎么涨上来的，怎么跌下去，然后再次怎么涨上来这样的平行结构这样的平行结构往往能够把握住的人通常这种人都是很好的仓位控制者和风险控制者。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或者是订阅我的这本《K 线吸筹战法》这本书这本书呢在主页上有链接。那么好，感谢大家，再见。